未来这个公司的话，应该是说很早就有关注，因为它也是一个成立也就4、5年的时间的一个很短的公司嘛。但就是在这个新造车运动里面，但它的这个流量的话一直是最大的。因为我自身的话，我们自己也是新造车里面的一员，那可能对这个行业会更了解一点。因为国内造这个电动车，大家都会不自觉的拿它跟那个特斯拉去比嘛。但就是从这个，不管是从这个设计能力，还是从这个营销能力，方方面面的这个产品对照的话，可能目前看最接近于特斯拉的还是蔚来汽车。ES6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车，这甚至也是我去买这台车的一个第一动力吧，就是可能就是说，你看是跟谁比？你如果拿它跟比亚迪啊，跟其他的一些后面的一些品牌比，你就觉得它特别贵，但是它提供的品质的话，确实是。按我个人的理解的话，应该有那个 Model X 的80%到90%吧，那么但是它提供的很多硬的一些指标，比如说全铝的车身、全铝的底盘，包括那个4轮的空气悬挂，500多匹的马力，700多的牛米，也是双电机四驱，就这些方方面面的东西的话，都感觉就是起码对 BBA 而言哈，应该是一个50万到60万级别的车才会有这样的一些特征。那么它在一个将近也就40万吧，也不说30多万嘛，在40万这个级别，它做到这些东西了，我觉得它是从配置上来讲，相对是比较厚道的一个定位。因为我之前也试驾过像那个 Model X 啊之类的，包括 Model S 啊、Model 3，就它可能就是说在国产这个电动车的定位里面的话，相对从驾乘品质上是最接近于特斯拉的。第一个地方的话，就是它整车这个高级感。第一个是这个静音，那么这个车的静音能力的话，我觉得跟我以前，因为我一直长期开那个宝马的 X5嘛，可能跟 X5的那个静音的话，差不多是一个级别。其次的话，就是说它的这个高级感来自于它对这个车身的一个动态的控制，也就是说它对俯仰的一个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。这个体现在就比如说我要急加速，我踩地板油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车身它的抬头的控制，以及我紧急制动的时候，那么它对点头的控制都是控制得非常好的。当然这个也是与它先天的优势有关，就是说它整车的低重心啊，包括它的物理的刚性非常高，这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。但从最终驾乘者感受到的体验表达出来的这些东西，那么就是感觉这个车它对车身姿态的控制非常优秀，包括弯道也是，那么它的侧倾会非常非常小。这些特征的话，可能在电动车的角度的话，大家可能会认为是理所当然吧，因为它整个平台都不一样了嘛。但真正在电动车现在在市面上卖的，能把这个做好的，其实也就是我认可的，也就是特斯拉和的蔚来这2家。买这个车的话，就是说一是向行业优秀者学习嘛，因为我们自己也研究电动车。第二个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可能更关注它的一些智能系统，因为我们本身是强调运动全流机械的一个团队，我们对智能系统的研究的话是比较少的。那么我实际也应用了，也研究了这个车几天，因为提车的时间不长嘛，也用了它的那个系统，包括它的那个大屏的系统啊，包括它那个罗米啊，那个智能机器人啊，就在这个智能汽车的对电动车的嫁接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定位，因为它电动车的控制非常精密。就像我给你介绍了一个，它不像燃油车控制是一个很粗犷的，它控制可以非常非常精密。这样的话，对它去做更多智能化的东西，包括无人驾驶或者说是辅助驾驶，它可以落实得更彻底。其次以后，就这个车它没有很强的一个发动机的干扰，没有车身的震动，这样的话，对于它去做高品质的影音，其实是一个先天的优势。可能很多人都不关注这个。那么我发现开我电动车出去堵车的时候，我这个人没有这么烦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没有震动啊，它没有噪音啊，你可以安心的听音乐，你不听音乐也可以休息。这就是我从体验的角度发现，这个电动车，如果你经常开的话，你确实会觉得跟燃油车，就是燃油车的很多特征你很难接受。其次的话，就是说我们买这个车的话，也是从某种角度吧，给国产的这个品牌站台，大家都是一条线上的，就也希望他们能够做得更好。但是客观上来说，当时8出来以后，我是持非常负面的一个评价的，因为那个车不管是它给
用户的体验，还是它在行业里面产生的一些影响，其实负面的是很多的。因为蔚来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动车公司，它对第一款产品的质量把控，客观上来说是有缺陷的，包括它的升级中途死机停在那儿，包括有好几台车的自燃，包括用户给它评价，以及主流媒体说它是一个半成品，这个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。但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，ES6 它可能把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。那从我自身体验角度，可能不要说全部解决，起码是解决了90%了。但是社会媒体以及受众不知道，大家还是带着以前的那个成见，说未来的东西就是个半成品，他以前都没把这个车做好，怎么可能现在就突然把这个车做好了？所以说他要去挽回这个局面的话，也要花相当的时间。那么实际上，国内的话，现在一哄而上，可能有200-300家在做这个新能源汽车嘛。但实际上的话，真正沉淀下来的话，未来的这个能够保存下来的品牌的话，可能会非常少。因为这个少的原因的话，一方面是自身的竞争力不足，你像有一些当品牌我们不方便在这说嘛，就它做出来这个产品的话，实际上的话是达不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的，就是感觉就是以前包括车身啊、底盘，就是拿一个燃油车来改造。这个还不是说是1家2家的一个现象，是个普遍的现象，就大量的这些新造车都是拿燃油车的平台，然后把3电给它加上去后，他就认为这就是一个全新的电动车。但是未来的话，它在这方面是比较舍得下本钱的，就它的这个底盘的话是用那个大型的一个压铸，就类似于特斯拉压铸件，包括挤压件来构筑的，那它车身也是全铝的，就它这样构筑的东西的话，它的自身的物理重心会特别低，而且它前后轴的这个轴荷会非常合理，就是这样的话会导致它很轻松的去布局一个后驱或者说是四驱。但是如果你是基于我们这种燃油车平台来改造的话，大反做出来的还是前驱车，这样的话很难去做后驱车。那么前驱车有很多不利于驾驶的这个一些特征，我们就不去说开了，大家都知道，可能偏后驱偏四驱，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特征。那么在未来有可能能够诞生下来的品牌，我们认为就只有1到2家，这是品质是其一。其二的话就是特斯拉国产，因为像特斯拉国产的话，到 Model 3的话已经做到20多万了。那么将来如果是 SX 继续国产的话，这个下探的空间的话也会到30万到40万这个价位，因为它现在还是动辄就是70-80万甚至100万嘛。那么这个价格往下打以后，那它也省掉购置税，这样的话对国产的新造车的话，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打击。我们知道这2天蔚来也出了一些新政策，包括就是免掉什么，一个是终身的那个电池更换，其次的话就是这个5年的免息零首付，这些措施的话，实际上也是在应对特斯拉带来的一些冲击。所以说，在这个新造车这一块的话，我们认为中国可能实现一个弯道超车，目前是不看好的。那么可能就是未来大家的话，要么就是往低端走去回避特斯拉的锋芒。特斯拉不做的我去做，这个总没问题。那么特斯拉跟国内哪个品牌冲击最大？也就是我们后面的蔚来汽车，它对它就形成正面的冲击。这样的话对它的影响会非常大，所以说不是说蔚来现在是中国电动车一哥，它就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，那很难说的。